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？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斯，今天要继续来玩《碧海海中生存》。上一集的时候，在背后这个地方，也就是喷泉的旁边这里啦，然后盖出了一个地狱门。之后的话，就是要从这个地狱门进去哦。只不过我还没进去过哎，这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哦，还有这个我也想测试，如果我把三叉戟这样丢出去的话。三叉戟好像跑去地狱了，去地狱回收回来的样子。哎，对，我要回来地狱回收回来，应该说是来地狱。那这个地狱门就可以拆掉了。而且上一集我也去攻略了那个叫什么中介龙，结果忘记回收龙蛋呢。不急啦，不急。今天的话，我可能会想要盖别的东西，所以龙蛋需要的时候再去拿就好了。最后还有，我们上一集也把梭斯呢取了个名字。它叫梭斯。听说现实的大梭鱼长得很恐怖我不太想去查。然后我上一集不是打完中介龙等级超高吗？后来呢，我弄了几件装备之后，然后私底下又不小心挂机死掉了一次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等级剩7等了，也就代表说我现在的工具没办法升级，我的装备也没办法变得更强。我的天啊！但是我可能还是会想要先去换一把幸运镐吧，然后还有修补之类的东西，让我的镐子跟怎么讲，就是挖东西不会那么浪费。像我刚刚这样挖马铃薯就有点浪费哦。然后我想要再去用个掠夺的剑，因为我想要更多的鲨鱼牙齿，跟我想要凋零骷髅头哦。所以呢，我就再准备一下石头，我们就去交易一下吧。这次除了掠夺以外，我还想要顺便试试看能不能刷出个波涛，让我们在水里面游泳超快哦！掠夺山，各位出现了，是掠夺山哦，出来了，是波涛，完美，各位，这样就结束了我还要再用个不死克星吗？不行，我好累哦，洗这个真的很花费精神跟时间。先回家吧，把我的东西给敲一敲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地狱狩猎凋零了。奇怪，我一开始是说我要敲这2本吗？我都已经忘记了。先来做个钻石剑，把掠夺给附上去。然后再来是波涛的三叉戟，这样子。最后再把我的钻石斧给修好。哇，它刚好爆掉了。OK， 这样东西就准备好了，我们马上来试试看，看这个波涛到底是什么感觉哦。1、2、3，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？还是我要从这边这样滑上去啊？这超烂的好不好？谁跟我说波涛超强啊？超烂，没有意义，而且还坏超快。而且我这样攻击怪物，我还会自己受伤超烂的好不好？先把它收起来。我浪费了一大堆时间，就只为了洗出这把垃圾。OK， 走吧，去地狱堡垒把3只凋零的头给狩猎出来，我们就可以来弄下一件事情了。OK， 那来到地狱堡垒了，这边的地狱疙瘩我顺便采集一下。上次好像什么都没看就直接走了。有箱子，好，我找到了，是凋零骷髅，我想要测试看看哦，这样可不可以有掠夺的效果啊？好像有一次掉4根骨头。好，那我就用这个方法去打凋零骷髅吧。不对，我直接砍就好了。掉，来了，要掉第1颗头了吗？掉头，拜托，掉1颗给我。没有，掉头，掉吧，拜托。掉了，终于掉第1颗了。哇，我的食物都已经吃了不知道多少个了，现在才掉第1颗，怎么这么难打啊？
哎，不小心把他直接弄死了，以牙还牙。嘿，哎，不是，你们怎么把我的凋零骷髅弄死了？这是王八蛋猪哎！哦，终于掉第2颗了！哦，连续掉！嗯，我看错了吗？啊，我看错了，只有2颗。啊，还差1颗，各位，我到底还要再刷多久啊？哦，有了，第3颗，我会死掉！终于，各位观众，我打了不知道多久，应该快1个小时，还1个小时多了。啊，怪物有够少的啦！好，先回家吧，各位。终于到家了，我可爱的小家。说是你在哪里？你怎么自己还有鱼吃啊？今天的话呢，就是终于打到了3颗凋零骷髅头。那今天先不打，等到下次再说。然后就是后半段的话，我等一下想要来盖个东西。这个街道呢，目前这样走过来，是不是后面很空？然后这一艘沉船我也还没有把它处理掉。那等一下我就是要把这个东西给换成一个大建筑，一个大豪宅吧。然后里面的话，预计是要放村民用的。OK 了吧，各位？我们要盖村民建筑了。好，那我先准备一下材料吧。总之，第一件事情还是要先把道路接上去啊。然后这次我留了3格高，这个高度就跟之前盖的东西的感觉一样。OK， 各位观众，那我把道路盖出了一个有点弯过来的样式。然后，哇哦，这个地方的沉船我要拆掉了，我要把这个地方给拆掉。哦，对，我在这里面也还放了我的这个附魔台，啊，直接拆掉啊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那沉船的话已经被我完全消灭了。再来，我要直接用石砖来盖柱子，因为今天要盖的是豪宅哦，所以我可能会想要把它盖高一点。那1楼的部分就是用石砖，那正面的大门我就再把它用高一点点，大概这个高度再高个半格好了，1.5格高，当做入口，那应该差不多。然后我再用个石砖装饰一下这些柱子哦，还有这个内部也是，因为这整个石砖都太灰了，所以墙壁的部分我要用桦木的原木剥皮的来盖它，然后再放上了玻璃。目前的话是长这样子，还算蛮长一栋的建筑啦。然后再来，我要把2楼给盖上去了。先像这样子用杉木阶梯把它接出来一点，不然没有立体感哦，会看起来扁扁的。2楼柱子的话，这次我要用杉木的原木，没办法，还是很想要用杉木的原木来盖。虽然我觉得海里面用这种材料的话，可能有一点奇怪吧，好看就好，那些都不重要，好看就好。1楼跟2楼连接的地方就放个地板门，或者是阶梯这样接在一起。啊，上面的话，等一下这边会盖起来，所以其实我蛮想要偷工减料的，像这样子。然后再用个这种装饰，拱形的装饰就 OK 了。OK， 那我2楼的话也先把墙壁给填起来了，跟1楼是一样的材质。然后外面的话，我想要再放个火红珊瑚，因为等一下屋顶的话我要用蓝色的，我觉得红色可以让这个房子更鲜艳一点，而且这个是海底建筑，加一点海底要素进去，对不对？虽然有点牵强啊，但应该还行。那我珊瑚都加上去之后，因为我觉得侧边这样看起来太平了，所以想要加一点特别的装饰上去。我以前也没有用过啦，就是用一个小尖塔的感觉吗？上去哦。总之大概就是像这样子，往上盖上去之后，上面再做个尖顶。
屋顶的话，就是用上一集我去收集回来的这个扭曲畜牧的木材，蓝色的。其实原本有在想要不要用相思木，但是相思木的话，感觉啊，有点不太像是海里面的建筑哦。再用个海灵石砖跟这个畜牧栅栏接到最顶部，然后原本是想要把这个建筑再盖高一点的，不过再盖上去的话，就会直接穿透到海面了。盖完之后，侧边就会长这样子，是不是蛮酷的？然后在四边都各盖一座。OK， 这样子4座塔就完成了。再来是屋顶的部分，我要用这叫什么材质啊？杉木的材质呢，去弄出一个大的斜屋顶出来。那我先把边框给围起来，中间的部分的话，当然就是用扭曲畜牧的木材咯。大门口正上方这边，我想要做个特别一点的装饰出来，一个小阳台吧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我要先挖开，先用原木把它这样框起来。我的原木真的用的好凶哦，我的天啊！没想到在海里面盖建筑还全部都用木头。再来做出一个入口的感觉。阳台盖出来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有个装饰品在那儿的感觉。剩下就是窗台的部分吧，还有这个屋顶，我把它封起来就结束了。哇，这栋建筑也不是很好盖，各位，看一下啊。OK， 各位观众，目前这个建筑的装饰已经弄完了，是不是还蛮酷的了？再来呢，因为门前面这边实在是太空了，我觉得身为一个最大栋的建筑，前面至少要有一点装饰。原本是想说要盖个什么，我想一下哦。喷水池之类的，但是水里面喷水池好像怪怪的，不然这什么中二装饰也不错吧。但我觉得还是加一点桌椅在前面会更好，而且比较简单哦，而且也比较简单。先像这样子用海灵石砖围个一圈之后，中间这边的部分我想要把它全部换成杉木的木材，比较有质感哦。椅子的部分很简单，就直接放个阶梯，然后放个告示牌。我真的没想到这个告示牌不会挡住水流哎。桌子的部分就这样，栅栏加上地板门就好了。原本是想说要放个活塞，但活塞在水里面的话会有那个水流特效哦，看得很丑，所以就改成这个方式。然后再把这个地方给用栅栏围起来，铁栏杆、铁栅栏。最后种个梭鱼草上去，那另外一边我也用一样的东西出来，今天的建筑就完成了。不要再过来了，到底要我一天打几只？好的，各位观众，那今天盖出来的建筑就是一栋村民的大豪宅。虽然目前里面的话，一只村民都还没有就是了，而且连水都还没有抽哎。下一集我们开头再来先把它弄一弄好了。还有这一栋建筑应该是这个城镇的最后一栋建筑，虽然在水里面通常是盖不了那个木材的建筑，不过这是 Minecraft， 大家就不要想太多了。蓝色素材赞。那今天盖出来的建筑就是在这个海底街道小镇区的最尾端哦，是不是看起来很有存在感呢？好大一栋哦。这其实就是我想盖的感觉，而且我还故意把它盖在比较高的位置。可惜没办法再更高了。其实再更高一点点的话，有那个城镇的高低差会看起来更舒服。入口的话就是这样哦。真的是一件很壮观的东西呢。旁边的那个塔，我觉得我也装饰的还不错，这样用起来很多尖尖的东西就不会让整个屋顶看起来很单调，对不对？前面这边的话，我有放一些的桌椅，这种感觉，我把它改成那个扭曲畜牧的蓝色木材，感觉更有那种氛围。然后街道的周围呢，我也把它多放了一些的珊瑚，是不是看起来这样子，感觉还不错了？赞吼。然后里面的话呢，当然呢就是还没有内装哦。别说内装了，我连进去都要花一点时间呢，因为这个全部都是地板门，不然会有水流的样式哦。好，总之下一集我们再来把村民搬进来啦，然后让村民入住，
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快速跟村民交易了。大概这个就是我们海底街道的最后一栋房子。OK， 那总之今天的话就是去打了一下凋零骷髅，目前有3颗头了，所以下一集的话应该就是预计要把村民搬进来，然后还有去打一下凋零王这样子的感觉吧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海底生存，我觉得先到这边就好了。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大家喜欢，再跟订阅，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是阿斯，我们下一集海底生存再见，拜拜。海中生存才对。